你觉得什么才是电影中最有魅力的时刻呢？有人说电影是造梦机器，它能把梦境拍出来；有人说电影是一个平行世界，能延长3倍人生。这些都是从观看者的角度来评述的。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影像创作者，什么才是电影最有魅力的时刻呢？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应该差别很大。于我而言，独属于电影的魅力时刻其实有很多。今天我们先讲其中重要的一个，电影中的神迹降临。在我们身处的周遭的这个现实世界、物质世界里有没有神迹我不知道，但是在电影里是有不少神迹时刻。我所说的神迹时刻怎么理解呢？就是那些在物质世界中不会发生的，或者说不应该存在的，甚至有些反逻辑的画面或者声音组成的段落，可以是一个镜头，也可以是一场戏。可能有的人立马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超现实。我所说的神迹与超现实的区别，我们留在后面可以比较。我在前面一个聊电影的视角与价值观的视频中表达过，在电影里，导演就是上帝，上帝是可以创造神迹的，但不得不说，神迹和神迹也是有高低的区别，就看导演将神迹用在何处以及如何使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片例，老狐狸。电影《老狐狸》是讲述了在1990年代台湾股市巨大震荡起伏的背景下，11岁的普通小孩廖介跟他父亲在那几年想要省钱买房却未能如愿的故事。这个电影其实很可爱，仿佛是在不疾不徐地讲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事儿，但背后所要表达的主题又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这个主题是人类世界永恒要面对的。这个电影就是在探讨，当我们有权势的时候，当我们是优势方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同情弱者？我们要不要照顾他人的感受？整个电影在视听层面非常朴实，这个感觉是建立在简练的视听语言之上的。全片分镜都比较简单，没有特殊的拍摄角度，没有花哨的摄影机运动，大部分都是稳定镜头以及缓慢的轨道移动，非常沉稳不温不火的感觉。通篇看下来，可能就是这个主角廖介被爸爸打了之后自己跑去找老狐狸的这场戏，原先稳定的镜头突然变得有点抖动，你会明显感受到情绪的波动，这算是全片当中摄影机存在感最强的一场戏了。相比之下，有另外一场戏是全片当中导演在视听语言层面最用力的一场戏。在这场戏里，导演用一个人造神迹带我们进入了人物的心理，同时也强化了主题的表达。住在廖介楼下同样也是老狐狸的房客，面馆老板夫妻俩在股市大涨时将全部积蓄投入进去，在股灾时候又血本无归，老人想不开上吊自杀，这使得这间房子变成了凶宅。廖介听到漂亮姐姐跟他爸爸廖太来说这套房子的时候，他记在心里。他向他爸提出去找老狐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他爸觉得楼下老人尸骨未寒就想去买人家租的房子，这么做太混蛋了，有点趁人之危。廖介运用了老狐狸教他的断绝同情的方法，回了一句关我屁事儿，这招来了他爸的一巴掌。其实前面整个电影我们能感受到廖太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十分本分的老好人，极为照顾他人的情绪。廖介母亲早亡，廖太来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应该是不可能打他的，但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打了廖介一巴掌，这也促成了后面廖介独身去找老狐狸，要老狐狸卖给他楼下的凶宅。廖介先来到垃圾场找到老狐狸，后来被老狐狸带回家。老狐狸向廖介讲述了自己的母亲和廖介的父亲廖太来都是同一种人，是那种过于照顾他人感受的人，所以他们活得很穷很失败。他还是在教导廖介要断绝同情，成为强人。最后老狐狸开车送廖介回家，路上这一场戏，老狐狸再次向廖介表达了世界运行的规律不会变，永远有高低之分，穷富之别。世界不会变，我们只能换位置，能改变的就是不同人的位置，由富变贫，由贫致富。廖介在之前曾听漂亮姐姐说过，老狐狸以前也是很穷的人，并且车上的 CD 里的那首歌每次都会让他想起自己贫穷的时候。你明明也是穷人。廖介说你本来也是穷人，接着放起了歌。这下老狐狸有点难受了，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很贫穷的时候，也是到处求人给他妈妈房子住，而且是求过很多不同的人。用黑白呈现的过去的影像印证了老狐狸一直说的，廖介跟他是同一类人，他俩都是出身寒门的小孩，身上都有一股想做成事儿的一股劲儿。你真是跟我一模一样。才怪。老狐狸问廖介，你不是说要跟我一样吗？廖介回，我不要。老狐狸又问，跟我一样有什么不好？这时候用了一个闪回，
老狐狸记起他问过儿子相同的问题，儿子也明确地说不要跟老狐狸一样。他又再问了一遍，跟我一样有什么不好？廖介这时候用的是老狐狸教的断绝同情的方法，他已经看出来老狐狸的感觉不太对，他肯定是产生了同情，但他又不想表现出来，所以开始喝冰水，闭眼睛，再说干我屁事。这是老狐狸教他的断绝同情3步法。这时候神迹出现了，轨道向右移动，廖介这里的灯灭了，老狐狸这里的灯慢慢的变亮了一点，这里分寸很好，没有变得很亮，很亮就廉价了。廖介所在的位置开始出现一个老狐狸自己的镜像，就像在照镜子一样。老狐狸的台词是你就是我，你渴望成功。电影里的神施了魔法，将一个11岁男孩变成了一个60、70岁的老人，这个神就是导演，是导演运用了视听语言创造了神迹。再切到这边，前后2个镜头景别区别比较大，而且后面镜头比前面镜头拍到了更多的车身，是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从那个空间回到了现实空间。刚才那个镜像镜头明显不是这个电影的物质现实空间。廖介回应说我不是你，又回到这个空间。老狐狸说会把凶宅卖给廖介爸爸是因为廖介这个人。廖介再次回应说我不是你。神迹这个词还是有点笼统，我们可以怎样在具体的称呼这样的镜头段落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理现实，就是把人物心里所想所感受当成现实来拍。在这部电影里，实际上拍的是老狐狸的心理空间，与现实空间是不同的。现实空间是廖介坐在副驾的位置，而在老狐狸的心理层面上，坐在副驾的就是自己。这场戏老狐狸为什么会破防呢？是因为他想到了他儿子，因为他问了廖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一模一样的问过自己的儿子，结果儿子的回答跟廖介的回答是一样的。重点是前面已经交代过，老狐狸的儿子认为老狐狸是坏人，不想接他的班，学医之后参加了国际医疗队，过世了。老狐狸为什么问儿子这个问题？那他肯定是想把儿子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但是儿子不想要，儿子应该是老狐狸心里的一块疤。所以这里听到这个回答，他非常感伤。当我们进入老狐狸的心理空间之后，他对着镜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就是我，你渴望成功。这句话是说给廖介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更是说给自己的儿子听的。他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会把房子卖给你爸爸，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你。这里这个你其实也有多重意义，按照台词本身是说给廖介听的，但实际上何尝不是说给当年的自己听的呢？到这里廖介再次明确我不是你。这个汽车的敞篷打开了，这个动作是不是有必要呢？其实不打开对这个戏也没什么损害，但是打开之后这个空间有些变化，而且加上了这个机械开关的声音，会感觉画了一个休止符，回到现实吧，不要再幻想了的感觉。老狐狸仰天看了看，大吸一口气，同时出现了现实中的风吹树叶的声音，结束这一场。其实这里旁边快速开过一辆车，一个很大的喇叭声，或者后方有一个车辆被老狐狸的车挡住，大声按喇叭，这2种方式也都可以用物质现实的手段从老狐狸的心理空间回到物质现实空间。这个风吹树叶的声音很重要，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个风声的强度应该会比镜头后景处树叶摆动的强度更高。所以风声一定是混音时加上的，可能也是因为导演需要这个风声，才选择了打开遮阳棚这个动作来结束心理现实空间的描绘。因为打开遮阳棚之后，风声才会被人物听到，这个风声应该是带走了一些东西吧，也荡涤了老狐狸的心里的惆怅，也或许是他在心里再次断绝同情吧。老狐狸这个人物其实是这个戏里塑造的很成功的一个人物，他一直把自己与廖介的父亲廖太来这种好人区分开，后者是扔刀片也会用硬纸板包起来的那种人，因为怕伤到拾垃圾的人。老狐狸是有一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他从一个穷苦的小孩变成今天成功的商人，他这一路打拼的过程形成了他所谓断绝同情的这样的价值观。其实不光是上世纪90年代，即使是今天，如果是要做大生意，不断绝同情，整天为他人考虑，在意别人的感受，这样的人是否更容易取得成功呢？这个我在这儿就不展开，这又变成了我们前面视频谈到的价值观的层面，这个因人而异。但是我想说，老狐狸这个人是不是就一定是
廖太来和漂亮姐姐口中所说的坏人，那个炒股失败自杀的老人家当然私下里也会将老狐狸形容成坏人。老狐狸明确说他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曾经去接他妈妈骨灰的时候遇到廖太来夫妻刚生下廖介，他看穿了廖太来是一个在意别人感受的人。如果一个人本质上不具备会为他人感受而考虑的能力，那他会不会容易发现别人有这个能力？他发现了其实是他的同类，他一定也是具备这样为他人考虑的共情力，但做生意需要主动摒弃这样的能力，甚至运用反面的能力，也就是断绝同情。所以这个心理现实段落我们怎么去理解？为什么处理成镜像？我们看到的就是老狐狸在对着自己说话，一层意思是老狐狸觉得廖介很像自己，他把廖介就想象成自己的样子。另一层我觉得老狐狸何尝不是在给自己洗脑呢？这个特效我想应该是不难实现的，用电动轨道设置相同的距离和速度，老狐狸坐在自己主驾演一遍，再到副驾演一遍，后期合成一下应该就可以完成。但是我觉得从戏剧的角度上来说，呈现效果是很好，非常直观，加上这个老狐狸的表演也很动人。这个段落我们是进入到了老狐狸的心理，所以我们叫心理现实。你说这是不是一个超现实段落？我觉得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是这场戏更多的是顺着老狐狸心理发展的，我觉得心理现实更加贴切。这里我们聊一下这部电影的视角和价值观。如果你没看过我前面的视频，可以点击观看。这部电影是从谁的视角拍呢？是从廖介的视角。有人可能会说，前面分析的这个段落不是老狐狸的心理戏吗？是的，这部电影里还有廖太来的中学时候女朋友的心理戏。这就是电影里面导演可以带你进入很多人物的视角，但是这个电影主要是从廖介的视角来叙述的。导演带着我们跟随廖介的视角，完整的经历了一段故事。在电影最后一场戏，廖介长大变成一个建筑设计师，他给一个富豪在半山腰设计房子，他建议把房子顶部盖上草皮，他的私心是怕房子会挡到山上小学里学生的视线。这实际上是在说他变成强势方，但是他还是为他人考虑，同情弱势一方。所以到这里其实你就知道导演在这个电影里是站哪种价值观了。所以这就是主题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多数情况下导演跟随谁的视角就是认同谁。在这里稍微提一下，电影是一个艺术作品，它是一个自圆其说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讲一个概念一个定义放在100多年的电影史上，所有的电影都准确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想要给所有的电影下一个统一的定论，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傲慢。我所讲的内容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价值导向，与你老师讲的或者看的书不同是一定的。另外学电影我也不建议死记任何东西，因为真正上手拍的时候不会去默背那个定义，都是融会理解之后信手拈来的。好的，这期我们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在后面的视频我会继续阐述心理现实这个概念，并且与闪回、与超现实、与梦境做对比。如果你有想讨论的片段，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这期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